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。諗同大家睇個大陸新聞啦，呢個新聞呢又係同銀行有關嘅。就廣州有個女人啊，將1000萬嘅儲蓄存入銀行啊，4個月之後呢，竟然發現得返6毫二啊！呢一個案件呢，就發生喺2020年嘅8月啊，係一個女人喺廣東省一間銀行對工作人員呢大嗌大叫，咁其他辦理業務嘅人都好好奇啦。咁聽完之後，大家先知道原來有一個叫李娟嘅女人，將自己嘅畢生積蓄1000萬咧存入銀行啊，幾個月啊，唔單止攞唔到1蚊嘅利息，本金都唔見埋啊！行長見到銀行出咁大件事，即刻去安慰呢個叫李娟嘅女人啦，同埋話會努力調查呢件事，就俾翻個滿意答覆俾李娟。咁啊，李娟嗰1000萬到底去咗邊呢？銀行到底搞啲咩啊？真係咁唔安全？咁喺警方嘅調查之下呢，個案件啊終於水落石出啦。銀行入邊啊，原來有一啲人呢動咗歪心思，就利用職權去謀取私利啊！利用造假手段將1000萬呢轉咗入去非法信託公司嘅賬戶，導致呢1000萬喺幾個月入邊就已經消失咗啊！李娟知道呢件事之後，即刻將銀行告上法庭啦，就要求追回損失啦。告上法庭嘅理由就係銀行監管力度唔夠，導致投資者合法財產受到損失，要求銀行彌補自己嘅損失，同埋仲要彌補埋精神上嘅損失啦。但銀行嘅律師唔係咁睇喎，咁被告嘅律師認為啊，而家呢一個商業糾紛發生咗之後，銀行係有即刻投入調查嘅，亦都有積極配合警方取證，盡咗自己義務啊，係冇做任何嚴格意義上嘅違法行為啊。而且李娟嗰1000萬嘅存款消失，同銀行嘅經營模式無關喎，仲話儲蓄戶個人資產嘅損失就唔係銀行主管造成嘅，而係銀行部分內部員工故意為之，損害李娟嘅利益。咁有一啲銀行員工嘅個人行為就唔能夠代表銀行啦，所以李娟個賠償要求根本就係無稽之談啊！同時被告律師啊，亦都對李娟要求銀行承擔責任嘅要求表示反對啊，表明銀行唔應該為李娟嘅個人損失承擔責任。哇！呢啲律師巴閉啦！銀行嘅職員如果佢唔係銀行嗰度做緊，唔係有職位，試問佢又點樣可以將人哋嘅資產咁樣搞啊？佢做呢件事嘅時候，佢係銀行嘅職員嚟噶嘛？如果按照你咁講啊，所有嘢都係人哋自己做出嚟嘅，呢個世界冇人需要負責任噶啦，個個都用呢一個咁樣嘅藉口。呢啲律師呢，犀利巴閉，可以將啲嘢禮橫節曲咁樣講啊！咁雖然啊，李娟同佢嘅律師即刻反駁啊，但係銀行嘅律師好似掌握到主導權喎。喺庭審上邊啊，就關於拒絕賠償呢個問題就表達咗自己嘅立場啊，亦都提供咗好多現行嘅法律條款去支持自己嘅講法啦。咁所以呢一單商業糾紛案一審判決，李娟竟然係敗訴喎。而根據法院嘅判決啊，銀行係無需要對李娟嘅資產損失提供任何賠償啊！哇！呢個咁嘅判決啊，李娟覺得簡直不可思議啊！佢從來冇諗到自己作為受害者竟然會敗訴，銀行係1蚊都唔使賠喎。咁所以李娟呢就唔認同法院嘅判決啊！一審判決之後呢，就即刻提出2審上訴，再次上訴，就希望可以據理力爭。呢單案當時啊引起好大迴響噶，好多人呢喺銀行有存款噶嘛，大家都驚啊自己嘅錢啊會俾人呃咗啊，於是乎呢，喺呢個庭審召開嘅時候，好多人嚟旁聽啊。咁呢一次李娟呢有備而嚟噶，喺法院聽證會上邊就出示咗導致自己1000萬存款消失嘅罪魁禍首嘅證據啦。呢一個人就叫韋港，係銀行客戶經理嚟嘅，仲有當時辦理存款轉賬業務嘅工作人員嗰個口供證詞啦。好多人原本唔明白真相嘅，咁通過2審呢，就了解到呢單案件嘅成個過程，亦都俾人知道咗，原來你將啲錢呢存入銀行唔代表你可以高枕無憂噶。李娟啊係一間私營公司嘅老闆，
早年呢就捉住商機開展咗海外貿易啦，賺到唔少錢㗎。咁起初李娟呢就想用呢一筆錢炒股，但係佢身邊唔少人認為啊，炒股雖然可以帶嚟唔少嘅利潤，但係亦都有更大嘅風險。一個唔好彩呢，就會面臨虧損，甚至傷及根本啊，咁樣對公司嘅正常營運產生負面影響啦。與其買賣股票，不如存錢銀行啦，每年個利息都唔錯啊。咁李娟諗完之後，就喺自己嘅積蓄度攞咗1000萬存入當地嘅銀行啊。存款過程就非常之順利啦。銀行工作人員見到咁大張單過嚟呢，就好認真咁樣辦理業務啦。咁雖然工作人員就勸阿李娟辦理定期存款業務，因為定期存款業務可以賺到更多嘅利息，但係李娟呢就選擇咗不定期存款啦，即係佢呢筆呢係活期嚟噶。按照李娟嘅要求啊，銀行工作人員半日就完成業務。經過詢問，李娟就知道啦，佢1000萬嘅存款每年可以賺到幾十萬嘅利息。咁啊，李娟啊非常之開心啦。完成交易之後繼續工作啦。哇，咁每年幾十萬利息，咁呢個利息係有啲高喎。由呢度開始，其實已經有少少古怪嘅啦。而幾日之後，李娟就出國傾產品原材料採購嘅事啦。喺國外生活咗4個月嘅李娟，由於時差工作繁忙，幾乎就冇時間去關注自己喺國內嘅1000萬儲蓄啊。後來李娟同一間外國企業就簽約啦。由於競爭激烈啊，李娟呢就交咗幾百萬嘅押金，為咗簡化支付流程啦，同節省時間，李娟就決定用自己國內嘅1000萬存款做支付啦。但係估唔到啊，佢俾錢嘅時候呢，竟然收到佢嘅賬戶餘額不足提醒。呢一點呢，令到李娟莫名其妙啊！佢1000萬存款俾訂金綽綽有餘啦，點解會餘額不足呢？李娟啊睇到呢一幕啊，嚇到佢即刻下載翻銀行嘅 Apps 啊，睇下自己個賬戶到底仲有幾多錢啊。點知一睇呢，嚇死佢啊！高考得翻6.2喎，於是乎佢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啦，即刻翻去大陸準備好將呢件事追究到底啊！去到銀行之後，李娟呢就去揾行長問清問楚點解自己嘅存款會唔見咗。銀行一開始係答唔到佢任何嘅嘢㗎，行長亦都冇辦法話俾佢知點解佢個1000萬唔見咗，就係一味喺度拖咗3日啦。每次李娟打電話去問佢調查進度啊，呢啲咁樣嘅銀行負責人啊，就以正在調查做藉口，打算甩身。睇到銀行係俾唔到一個自己想要嘅答案啊，李娟最終決定報警，就要警方俾翻個公道佢啊。但係由於呢一個商業糾紛案件涉及資金數額巨大啊，接到李娟嘅求助，警方即刻跟住佢去到銀行取證啊！銀行行長見到啊，唯有係積極配合警方去調查取證啦。喺呢段時間入邊，警方通過查閱銀行後台嘅賬戶記錄，卒之就發現到呢1000萬嘅下落啦。原來呢1000萬啊，係分批轉入咗信託公司嘅戶口啊。最後一次轉賬啦，就係李娟意識到存款唔見之前嗰幾日啦。所謂嘅信託公司就係一個利用電信詐騙、偽造匯票憑證作為賺錢手段嘅非法組織啊！當時全國大大小小嘅信託公司非常之多噶，流入信託公司嘅大部分贓款啊，都係由公司嘅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各種嘅特殊手段喺境外洗錢啊！啲錢轉到國外，基本上你就攞唔翻嚟噶啦。咁呢單案可能涉及詐騙啊！警方跟住線索揾到銀行嘅經理阿偉講，呢個人呢就係幫助信託公司通過虛假偽造借款轉讓合同，將李娟嘅1000萬全部轉移走嘅罪魁禍首。阿偉講啊，見到警察上門嘅時候非常之緊張啊，答警察問題嘅時候呢，亦都係唔識點答，所以警方認定偉港同呢單案有重大關聯啊，即刻帶佢返警察局進一步調查。而喺警察局入邊呢，阿偉港見到警方攞出嚟嘅證據，明白自己冇辦法逃避責任啦。
佢就諗住啦，坦白從寬啦，於是乎就講晒成件事嘅經過。原來李娟去銀行存款嘅時候，偉港就喺附近啊。咁當時偉港因為屋企突然之間出咗事，急用錢啊，睇住嗰1000萬啊，令到佢產生咗一啲邪惡嘅念頭啊。但係以佢嘅個人能力，當然就冇可能可以轉移到呢1000萬走啦。李娟走咗之後，偉港就聯絡信託公司，準備裏應外合啊，分批轉賬呢1000萬走。一旦所有錢轉到出去嘅話呢，偉港係可以喺入邊攞到唔少嘅好處噶。咁所以呢，說做就做啦。點解李娟喺轉賬嘅時候冇收到銀行嘅轉賬信息呢？咁啊，因為信託公司嘅內部技術人員通過科技手段啊，將實時嘅銀行信息同李娟斷開咗。咁準備工作完成咗之後，偉港就利用自己喺銀行嘅權力，將存款單交俾銀行嘅員工啦。咁當時呢，偉港就攞住信託投資公司偽造嘅貸款協議，交俾工作人員。工作人員見到係銀行經理要辦理業務，就冇特別在意啦。不過呢，1000萬嘅存款轉賬事關重大啊！工作人員呢，就檢查咗銀行嘅印章同呢個客戶嘅簽名啊，確認無誤之後，就按照偉港嘅要求，分咗80幾次，將1000萬全部轉出去信託公司嘅賬戶啦。咁由於咧佢轉出去嘅數好細，而且係多次轉賬啊，所以就冇俾李娟發現到。咁亦都係令到工作人員喺轉賬嘅時候冇打電話俾李娟做確認啊，因為啲數好細啊。而除咗偉港經理嘅要求之外，仲有個原因啦，就係有一啲嘅儲蓄戶之前曾經從事巨額存款多次轉移嘅業務，通過分開多次轉移存款就可以避免存款戶親自去銀行認證，咁樣又可以節省時間，提高效率。咁起初一切咧都好順利嘅，但係偉港諗唔到啊，幾個月之後咧，李娟突然喺手機上邊提款，仲未妥善處理好呢件事嘅李港就露出馬腳啦。尤其係偉港啊，喺警方要求交出信託公司嘅貸款協議嘅時候，在場嘅李娟一眼就認到客戶欄入邊所寫嘅名根本唔係佢嘅筆跡。警方之後進行專業嘅書面鑑定，發現合同上邊當事人嘅簽名的確係偽造㗎。咁有咗呢啲令人信服嘅證據，同埋警方確認過相關人員嘅供詞之後，李娟喺2次庭審現場呢，就再次向銀行要求佢賠償經濟損失同精神損失啦。而被告嘅律師亦都想以銀行去配合警方調查、做擋箭牌等等嘅藉口，為自己揾藉口去開脫啊！但係呢一次呢，由雙方所出示嘅證據嚟睇，明顯係李娟佔咗上風，而最終法院就根據雙方嘅證供進行審理，認定李娟係今次事件嘅受害者，應該受到銀行支付部分嘅經濟損失啦。咁啊，推翻咗一審判決啦，而2審嘅判決呢，銀行竟然只係賠償俾李娟400幾萬嘅經濟損失同利息就可以啦。成件事幾咁荒謬啊！存1000萬入去，咁最後你銀行嘅職員搞到出咗事，咁竟然追錢呢，係只能夠追到400萬，銀行呢係完全唔使為呢啲客戶去保護存款嘅。咁唔怪得知啊，有時啲人啊都根本就唔相信大陸嘅銀行啦。咁原來發生過咁嘅事，其實呢個唔係個別事件嚟㗎，咁上下嘅案件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睇過㗎，係好荒謬㗎。有時呢啲案件真係。好啦，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，大家有咩想講呢？下邊留個言啦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